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所谓大国崛起的另类注脚自杀。我今天先是看到了一个自杀的案例然后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案例，然后我就关心这个话题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我非常抱歉，因为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间超出了预期，所以我今天严重迟到，我在这里郑重向大家道歉我现在改变了以前的一个基本的规则以前呢，我会以时间为第一那么有的时候呢，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那么会在节目当中露出马脚。我现在改变的是，如果我没有准备充分的话，我会准备完我再开始直播。所以大家会发现我最近的这个迟到的时间会多了多。我尽量的改进但是中间会有一些不可预测的情况，就是新闻我们没办法预料然后我又是一个有要求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新闻没有达到要求，我就会继续找到达到要求的新闻为止。所以会延迟。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首先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个案例就是河北沧州的这个货车司机金德强金德强自杀金德强自杀在国内的网上，包括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甚广。那么其中让人非常难过的是读到他的这个遗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脆弱和中国的这个生存环境，特别是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个人群来说，生活是多么的不容易。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的牺牲是多么的快。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这4月5号这个金德强货车司机金德强，他是一个河北沧州的他途经唐山丰润区超限就是超限速超限载检查站。那么这个检查人员说他的北斗定位系统掉线了没在线，所以就处以罚款2000块然后呢，他不服呢，不能接受然后说服又没办法解释然后最后服农药自杀身亡。金德强的哥哥也是个货车司机然后他就出来跟这个媒体的记者讲情况。他说金德强是2天前从这个承德出发河北承德。那么昨天到了唐山装了货，然后从这个1点多钟到了这个丰润检查站，然后就是执法检查站就拦住他没有超载一个是没有超载，然后执法人员说他这个北斗定位掉线罚款2000，而且扣了车。然后他就到附近买了一瓶除草剂农药除草剂3点钟。那你想一下，他1点钟被扣的车，3点半喝的农药，然后这个10几分钟还没人理他然后最后是17分钟才开始把他送走，最后就抢救不过来就死了。那我查了一下，这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它有2条，一个是37条，37条说这个运营者就司机使用卫星定位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运输车辆然后仍然进行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县级以上道路管理者机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处800元罚款这是第一个37条是这么讲，所以你掉线没关系，那你要责令他改正，如果你不改正呢，那就罚800。他也没有让他改正他也没有拒不改正好，这是一个。第38条是这么规定，他说破坏卫星定位装置，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信号然后伪造、篡改、删除这个车辆动态数据，有上面这种情况之一的，
责令整改，罚款2000以上5000以下。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说，理论上来说，他最多也就罚800，而且你是要先告诉他让他整改，他不整改你才罚800。他现在你上来就说他掉线，就罚他2000，这明显是违章，对吗？然后这个金德强的这个哥哥也是司机，他说这个定位系统平时检测没有他主要是用来检查什么呢？检查这个司机有没有疲劳驾驶，就是你开的时间太长，你必须去休息啊。那么检查到你疲劳驾驶，他就会提醒你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会任何提示，没有人会注意他有没有掉线。按照这个说法呢，这个丰润检查站就是为了罚款啊，就是为了罚款，纯粹就是为了罚他2000块啊。那么我们从这个案件本身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刁难货车司机的行为啊。那么我念一下这个金德强的这个遗书啊，他这么说，他说：全国卡友们，卡友就是卡车司机啊，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概离死亡还有6个小时。我不是不值2000元，我是为了广大卡车司机说句话啊。上面视频是我所在的位置。我首先介绍一下我啊，金德强，今年51岁，干运输10年了，不但没有挣到什么钱，反而落下一身病啊。然后就是今天在丰润区超限站被抓，说我北斗掉线啊，罚款2000。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我感觉我快活不长了，所以我用我的死来唤醒领导对这件事情的重视。我的死最对不起的是我年迈的老母亲。我9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那年我的哥哥才12岁，是我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2个拉扯大，太不容易了。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太没意思，早晚也是个死，只不过早几年而已。我死后，也许有人说我熊，人的思想不一样，不要对我语音攻击啊。就是我的名字金德强，车号1308，儿子姑娘们永别了。我死后好好的疼你的奶奶和父母，儿子照顾好你妹妹。我走后不要过度悲伤，生气赌气，把日子过好，别学我窝窝囊囊一辈子。金德强。中国有多少个司机？货车司机？中国有3000万货车司机啊，3000万货车司机。这些我看过一些纪录片讲这货车司机，中国的货车司机非常的苦啊。那他们的生活是在路上。中国公路的这些警察跟这些收费站非常的没有良心啊，他们这么辛苦的司机不断的刁难他们啊。这个2016年，这已经是多少年前了啊？2016年中国卡车司机报告有一份卡车司，现在都已经不让做这些东西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这种类型的报告都是5、6年前做的，现在都不让做这些东西了。1年下来，卡车司机每年要交多少罚款？2974，就是他们跑长途，1年下来交的罚款有2974。当然，这是有的多有的少，拉平均啊。那么闯红灯、违章停车、超速、超限、超载都会被交警、路政，他们有3个人可以管他，一个是交警，一个是路政，还有一个是城管，都可以管他。你在路上就是交警，你停到马路牙子就是城管，你跑不掉的，总是有人在找你啊。那么各路的罚款啊，就是这些司机1年挣钱挣很少，然后要公车，还要拉货啊。你可以看一下啊，交通运输部2017年8月份发过一个文件，要清理什么？要求清理无法律、法规、法章依据设定、实施处罚、检查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无法定授权委托
超越处罚权限、检查范围实施的处罚检查，不按照法定种类和幅度实施检查，这就是按照法律幅度实施检查。违反法律规定，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其他组织行使，等等，有没有用？没有用。为什么？地方政府现在是这样，现在地方政府把罚没作为他们地方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金库来操作，因为地税局取消了啊，那么地方政府的税收全部都掌握在国税手里，国税他没办法随便开征收费，那怎么办？地方政府就变成什么呢？以罚没为主，罚没最重要的罚没的领域就在公路上，公路最容易收拾的就两类人，就是两类职业司机，一个是出租司机，一个是货车司机，这就是社会中国最底层最典型的情况，他完全没有办法，抵抗，像金德强这样的，就他完全没办法，罚你2000，把车一扣，你怎么办？你不交，车在哪儿？你交2000块钱，我可能这一趟我就跑个3000块钱，挣个3000块钱，结果2000块钱就没有了，你还加油，还有保险，一大堆的成本，所以这个金德强就自杀了，啊，这是一个自杀，这是一个案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所谓的大国崛起当中底下的最底层，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这些人群，他还不算最底层，因为他还有辆车啊，他都已经不算最底层了。这就是经常有人讲的所谓的第一人权优势。我最痛恨讲第一人权优势，第一人权那不是优势，那都是血泪啊！这就是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案子，我是在这个网易上看到，路过，我只是浏览一下，我每天都会浏览这些国内的这些大网站。最近呢，有个电影叫《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票房非常的好，它中间讲的一个故事，讲什么呢？父母车祸死了，然后这个姐姐呢就那个从小就养育这个，做上了长姐如母的这样的艰辛的生活啊，然后就带着他的弟弟啊，带他弟弟一起生活，养他弟弟，养他自己也养他弟弟，父母死了。那么这个电影呢就票房很好，很火，然后在杭州也上演了一出这样的情景，但是场景就更悲惨。3月23号，杭州的东兴派出所接到接警啊，说这个西濂桥有人跳河，然后民警邱昌明啊，这个人要表扬一下啊，就跑到这个桥那一看，看见水上漂的一个女人啊，然后他就赶紧冲到河里面把她拉上来。这个时候120也来了，把这个女孩就给送上车，给送到医院。车上就简单的检查一下就拉走了，就是初步检查呢就没有大碍啊，就把她因为抢救及时把她捞起来，及时送医院就没有大碍就好了。这个女孩呢，这个姑娘呢姓刘，云南人，21岁啊，那么很小父母离异，这个父母一离异呢，就把这家3个孩子，他们家有3个孩子，这个小刘呢有2个妹妹1个弟弟，我都不知道这个中国的情况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有2个妹妹1个弟弟，父母一离异，这2个妹妹1个弟弟就全部扔掉，就不管了，而且都是10几岁的年龄。结果呢，这3个弟弟妹妹呢，就成为小刘的这个生活的负担。因为他要抚养这3个弟弟妹妹，然后他就觉得他跑到现在在杭州呢，商场里卖衣服啊，生活压力太大，所有的负担全压在一个21岁的姑娘身上，他只是一个卖衣服的售货员，他承受不起生活的压力，就跳河了。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啊！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在这个第一财经的网上讲这个中国的这个高收入人群多少钱，我看到我都非常的愤怒啊！
那么小刘就在医院里哭啊，他说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想自杀。他把这手胳膊袖子撸起来，这个邱警官看，邱警官救了他，手上有10几道割痕，都是割脉自杀不成功啊。然后大家就劝他，最后他说行，大家把他劝回来，就是意思就是他还会是努力生活，还会努力生活，努力去把这个3个弟弟妹妹养育的责任承担起来啊。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啊。我后来查了一下，中国真的有这样的法律啊。这种法律就是什么呢？它是法律规定是这样的啊，它的监护的规定是这样：父母死亡，你要么就父母死了，或者父母没有监护能力，那么怎么办？这些儿女怎么办？就是未成年的儿女该怎么办？他就是这样，他说呢，依次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就首先排第一的就是祖父母啊，就是爷爷奶奶，爷爷奶奶要抚养这个未成年的儿童。那么或者是外祖父母，他也没讲到底是祖父母还是外祖父母，他只是括弧外祖父母。这现实吗？我生了2个孩子，结果我的孙子还要我抚养，这有法律，这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法律是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啊？不知道政府死到哪里去了。这大国崛起就是这样崛起的，原来是这么崛起的。然后呢，祖父母、外祖父母顺序是什么？成年的兄姐承担，跟政府没有关系，谁都不用管，就他们自己一家人，你就关起门来死就算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就变成是什么？变成这个姐姐要抚养3个弟弟妹妹，而且他父母只是离婚呢，为什么就要让他去承担3个弟弟妹妹的抚养责任？这2个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真的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这只是成就了什么呢？只是成就了独裁者，跟中国人民真的没有1毛钱的关系。你看看，就是因为这个，他就自杀。后来我去查资料，原来中国真的是自杀大国。所以我今天的标题我想了很久啊，这个标题怎么取？最后我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就是大国崛起的注脚就是自杀啊。本来我是想叫屁民自杀，后来我想那都自杀了，你还叫别人屁民啊，实在是不敬，我就说自杀吧，因为自杀看过去很扎眼。我们来讲讲中国的自杀，中国人的自杀。中国人有5大死因啊，第5是自杀。啊，那么本来说中国人有很多教育自己的说法，其中有一个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啊，中国人的生存意志很坚强，意思就是这个。但是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人并没有好死不如赖活着啊。那么中国平均的自杀率，这个是2019年的数据啊，平均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啊，10万分之23，每年中国有将近30万人自杀啊，这是官方数据啊。官方数据是这样的数据啊。那么除了自杀成功以外，每年中国大概还有250万自杀不成功，就像那个小刘那样的跳河没死成啊，就250万。但是实际上呢，自杀的数据比官方公布的数据要高3到5倍，所以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理论上应该是超过60万啊，在60万以上啊。那么全世界国际平均自杀的自杀率通常是10%啊，10万分之10啊。中国是平均自杀的水平，就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啊，这就是中国所谓大国崛起的注脚啊。大国崛起就是个这样，我们把它放到每天来算，就是每天大概有685人自杀，每天啊。
那么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那么中国自杀的人数占世界自杀总数的1/4。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让大家都去自杀，因为中国人自杀的数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要多啊，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这个自洽这一点。平均每2分钟，中国平均每2分钟就有1个人死于自杀，那么另外有8个人自杀未遂，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自杀的平均年龄是32岁，触目惊心嘛。32岁是什么？32岁是人最风华正茂、最有创造力、最强大的年龄，可是中国人自杀了啊。还有一个自杀数据，大家听的也是非常令人愤怒。全世界的情况是，男性自杀比女性自杀来得多，因为女性比较容易，心理比较强大，男性比较刚强，所以全世界的数据都是一样，就是男性自杀率比女性自杀率高。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是女性自杀比男性要大，自杀率高啊，这是大家不能理解的话呢，我们可以再讲另外一个数据，大家就能理解啊。第一，中国的女性自杀比男性自杀率要高。第二，中国农村自杀的人数比城市多3倍，自杀率我讲的不是人数啊，自杀率。那么全世界100个自杀的女性，有55.8，就是56个人是在中国啊，在中国。中国9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那么大多数是妇女，可见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这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弱肉强，你看这个数据你就知道，都是中国的弱势群体自杀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可怕的数据啊，中国从15岁到34岁这20岁的年龄段当中，自杀是第一个死亡原因。从15岁到35岁，自杀是排名第一的死亡的原因，这是中国的情况啊，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啊。那么15岁到24岁这个年龄段当中，这个10岁的年龄当中，占总自杀人口的26.6%，可怕吗？我们再来讲一个1988年的数据，5岁到14岁，就是这是学龄儿童啊，学龄儿童自杀占多少？占自杀总数1%，这个数据还在上升啊。以60万为基数，5岁到24岁自杀的人数每年多少人？15万，这是中国的数据啊。还有一个什么数据哈？每年大概会出现什么呢？出现3.5万儿童，他们的父母自杀了。每年有13.5万的儿童，他们遇到了一个什么情况？他的父母自杀。还有一个，这上海的调查，实在是太悲惨了。小学生调查，上海的小学生调查有25%的学生曾经脑子里闪过自杀的念头。上海的小学生调查，然后有15%的孩子认真的考虑过自杀，是上海的小学生调查。5.8%的人，5.8%的小学生曾经计划自杀，死掉去。1.7%的小学生自杀未遂，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你说说看啊。还有
另外一项调查，1/3的在校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就跟刚才那个一样，1/3啊，1/3就，上海的小学生是1/4啊，1/3的在校大学生有自杀念头，北京的大学生自杀率在10/9到10/24之间，自杀占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0%啊！为什么会自杀啊？我们看看中国的儿童为什么会自杀啊？自杀的原因啊，排第一，学习压力，第一位45.5，第二位早恋22啊，父母离异13.6啊。那么在自杀的孩子的年龄当中，12岁占第一位，40%。12岁几年级啊？初一啊。所以呢，按照联合国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状况报告》，2003年到2004年，意外伤害成为14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啊，每年就是有10万人因为意外伤害死亡，40万人因为意外伤害自残，然后其他就无计其数。农村，中国的农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自杀90%发生在农村，那么多半是农村妇女。那么由于自杀是这么的广泛、容易，那么现在在中国农村自杀的情况已经普遍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已经无法隐瞒的地步啊。那么北京的一个专科医生，心理专科医生啊，他说呢，有心理疾病，自杀的原因有心理疾病，有慢性病的折磨，或者有社会问题，或者有经济问题啊，或者有配偶的问题，就婚姻出问题，他们没有办法找到出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所以他们自杀。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有没有一条热线，提供一条热线，让大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打这个电话呢？没有。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我会听广播，通常这种晚上的广播它都有一个广告，什么广告？就是防止自杀热线的广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如果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如果你有受到感情的困扰，如果你有受到有解决不了的经济问题，给我打电话。那就是原来的香港，给我打电话，叫圣玛丽防止自杀会，我印象中是这个。我每天听广播，下班的时候我就会听广播学广东话啊，我就这么学会的啊。那你在中国有没有听到过一条这样的热线呢？没有。我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生活过，我都没有听到过，在北京没有，在广州没有，在深圳没有，在上海也没有啊。中国有没有好好的帮助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没有。中国现在连 NGO 都没办法，非政府组织都没办法生存啊。中国的民政部作为一个这样的政府部门，它根本就是个官僚机构，它根本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在中国，我就讲，中国所谓的大国崛起，只是在成就一个独裁者的荣耀而已，是广大屁民的什么噩梦，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今天做这个主题，准备的不是很好，因为时间很短，因为最后我看了太多的材料，没有时间准备，所以在这里向大家道歉啊，我应该把这个节目准备的更好，但是只是条件受到了限制啊，所以也有我自己的能力不足啊，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啊，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关注2件事。第一件事，请大家关注你们家的孩子
我们孩子，我看这数据，我看得很心痛。我想到我们家的孩子，我想到大家的孩子，请大家关注你们家的孩子，关注他们的成长，关注他们的心理，给他们更多的自由，给他更多的支持，当然给他更多的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要更多的关注什么？关注中国生活在社会底层，不一定是最底层啊，生活底层的中国人，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这个节目以前最早是关注中国的财经，因为我是财经记者出身啊。后来我们又关注中国的政治。那么我认为，我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会把更多的关注放到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底层的这种生活，因为，我之前批评过一种看法，就是这种上帝视角，就是打一仗吧，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打一仗吧，有这个一种上帝思维。这里面是有一些我自己本身的这种人文的关怀在这里头，人文的这种理解在里头。但是当我们去把我们的视野放到这个普通的中国人身上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你的看法会不一样你的看法会不一样，不同就我们不能够笼而统，我还是反对就比如说我们昨天做的这个习近平的身家的问题，还是那句话，我是反对那种一句话，习近平富有天下，他的财富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不是真实的。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的情况不是一句话笼而统之就能概括的，这不对，这不是事实今天这个题目正正说明了什么？中国，我们在讨论中国这个定义这个范畴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包括千千万万有血有肉，每天在拼命流汗挣扎的这些最底层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根本控制不了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根本没办法掌控他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受到什么？受到上面的无数的因素的影响，一个不小心他就很脆弱，他这个生命可能就会消失的。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用这种怜悯的心态，用这种我们叫博爱的心怀来面对这些事情我也讲的不好今天我也是人在这种状态没有太多的理性我们还是尽量的让自己理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明谢基粉，谢谢广喷色，谢谢 Kiki， 谢谢Awakening， 谢谢 Jesse 蔡，谢谢 Roger， 谢谢 Mike 朱，谢谢 Vince Seat， 谢谢朱真阳，谢谢听王老师节目1年多了，收获甚多，请王老师喝茶，谢谢。观点：卡车桩定位系统原本是用来服务客户的，因为以前有一些司机乱倒渣土，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就慢慢的变成了 CCP 权力寻租的工具，是非常典型的切香肠的战术。经过一些美好的理由，慢慢的加强专制管理，非常正确。情绪听了好心酸，怎么能为2000元自杀？国内的生存环境真的绝望了吗？他的哥哥后来跟记者聊天的时候，记者后来了解，金德强他的账上剩下了5000块钱，我觉得这是他的原因大家知道跑一趟长途，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可能我觉得他一出来就已经被罚了2000，后面怎么弄他可能就搞不定了
那交过路费啊，万一再罚款怎么弄啊？其实上来就罚掉2000，剩下3000还要加油，还加过路费啊，往返一趟。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就有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一些人来说没那么简单，就过不去。可能有些事情就是过不去啊。情绪，中国所谓管理是为服务广大老百姓，实质就是尽量最大化权力变现。观点每看到这些事情，真的没气可生了。这次的对骑电动车的罚款，就像王先生所说的，做好事千疮百孔，一地鸡毛；做坏事滴水不漏，机关算尽，根本没有根本的体制改变，中国人永远没有希望。而且中国已经变成了什么呢？我觉得对中国人的影响是什么？中国人已经把中共做的这些坏事都已经标准化了，都变成一个参照系了。我昨天在推特上看见有一个人发了一段推特，说有一个大陆的朋友，他是个台湾人，是个大陆朋友，说这个问，哎，你们台湾这个电动车像蚂蚁一样，这个影响交通啊，为什么不禁摩啊？这台湾人说，你敢禁摩，你们总统都别当了，好吧？就是这样。就是你想想，摩托车是什么？摩托车是很多人的交通工具，很多人的这工作工具、挣钱工具。你把它不让他用，你怎么弄？你就像这次就是禁止电动车，禁止电动车那些外卖小哥怎么办？现在很多外卖小哥，我今天我看见一个，就是美团外卖小哥不是他们的头给抓了，就是反抗不让禁摩。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禁止电动车，疯狂啊！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厂家管好？你要管这个用家啊！这就是中国的混账，你骂都骂不过来啊！观点，这个故事的悲剧是个人为了这个国家改变而牺牲的一个故事。中共国的处理方法只是成立一个所谓的调查组而已。我没有感到对这个司机的悲哀，我感觉自己也只是这样一个代价。情绪，这期节目听得难受，就是普通人的命运，不只是这样的体力劳动者，坐办公室所谓的白领也没有好到哪里。坐标一线城市，之前的公司是外企，有一位抑郁症的同事不堪总经理职场欺凌自杀，还有一位前同事的朋友，孩子因为学业负担自杀。放眼望去，这些年周围不是抑郁症就是焦虑症，要么就是同龄80后同僚绝症去世啊。情况穿透式的监管已经进村，能查征信和工作收入。最近村里领低保的老人因为子女打工有收入被取消资格，真是太坏了。你说他们干坏事，所以中共最可恨的是什么？他永远是最先进技术的应用者，用来干什么？用来对付老百姓就是干这个啊。提问：中国老师可以公然叫全班同学打一个人吗？今天看中国一个英文女老师，因为学生讲悄悄话，被全班打，最后牙齿都掉。请问老师，这种教育在中国常态吗？台湾不准体罚，这种情况在台湾是重罪，尤其对儿童要加重刑罚。在中国体罚现在已经有法律已经有规定可以罚了，可以合法的罚。体罚这种情况有吗？有，当然有。我在中国读书的时候就有，我们班上就有，我们老师就有是不是普遍？我不知道普不普遍，反正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有我都经历过，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们同学身上。观点：当法律不再公正，不再保护公民，伸张正义，法律也就不再是法律，也就不再存在所谓的违法。观点：坐标台湾，有次去中国丽水应该读丽水出差，
搭机场专线的客车，因为车上没有乘客，就跟司机聊天。他跟我说：“你台湾来的工资高啊？”我只回他：“大车司机薪水也很高，只是比较累。”但听了老师这期节目后，才比较能体会他当初说的，可能他是真实的状况。有些社会不是你努力就会有收获的，真的不公平。中国就是一个，所以我经常讲，全世界最没有资格批评其他国家歧视的国家就是中国。在当今世界最严重的歧视就发生在中国，发生在中国，就是对农村的歧视对农民的歧视，对社会不同阶层的歧视。我们经常讲中国有歧视鄙视链，鄙视链讲的是什么？就是系统性的社会歧视情况。台湾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诉愿，常常有为了一张500元，就$17的罚单，去跟政府对告并告赢的案例。像卡车司机那种情况，一通电话1元就能把警察局长叫到议会去咨询。听到中国这堆烂破事，真的觉得很难过，深深体悟到王老师常讲的，没有民主，你连饭都没得吃。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一般平民根本无力对抗公权力的暴政。太对了，太对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跟谁讲跟那些五毛讲，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做的这些事情你还在这里干这种事情，你也是这些人这些五毛其实也就是这些人，也是这些社会底层的人。你帮助这些暴政来欺负这些老百姓，我们帮老百姓讲讲话，你连这个话都不让讲，你觉得你的良心安吗？是吗？我就跟五毛讲一下，你想想看，你就算出了监狱，回到你们乡下，你也会遇到这些人遇到的情况，而且我敢保证你一定会遇到，而且我敢保证你家里人现在就遇到这些情况，所以千万不要助纣为虐情况以前上海曾搭顺风车，搭过一个110指挥中心的公务员，告诉我上海每周110指挥中心都会接到学生自杀的报警，而且不止一起。我当时不敢相信，后来当我亲眼见到我同事因职场霸凌自杀后，我信了。观点不是学校的楼建得太高促使学生自杀，而是体制的罪恶。我很喜欢晒太阳，在上海高楼那么多，没有几个天台可以晒晒太阳，就是怕你去天台自杀。中国没有依法治国，如果物业管辖的写字楼有人跳楼自杀了，警察可以随便开几万元的罚单，所以上海的高楼天台都紧锁，包括商场等休闲娱乐场所。疯了吧？疯了吧？观点，我相信中国有非常多的有钱人，但是大国崛起最重要的不是有钱人如何生活，而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如何善待底层的，身心有障碍的弱势或者少数族裔我在这里我还是很想说两句特别是对那些我不知道怎么概括他们一讲到就是支持美国政府在支持弱势群体的时候，就愤愤不平的华人我看过一个收入的排名表，其实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他的收入排名排在马来西亚裔的后面马来裔的后面所以中国人在美国的收入在中等偏下的水平，所以你真没交很多的税别搞得好像全人类都用了你的钱似的，不是的，交的税最多的不是你，是谁？排名第一的是谁？排名第一的是印度人印度人比中国人多很多印度人是12万，中国人平均是多少？中国人平均是57000、58000你想想差多少我的心态呢是什么呢？
我的心态就是尽量的帮助那些人吧。你说有些人懒，在家里吃吃喝喝啊，不工作，生几个娃就在家里待着，你不知道他的情况。当一个人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如果有条件、有能力，尽量的去理解别人。我这个想法，我当然又会人把我贴上左派的标签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更宽容，更有善意，更能够爱其他的少数族裔。这样的话，我们才安全。从利益的角度来说，我们才安全。你看，你经常看到中国人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社群当中，他反映出来的价值观是很不健康，很不健康。为什么？那些人真的需要帮忙啊！我这讲起这个，我想起这个，我再讲几句啊。现在正在澳洲入境隔离，每天都有警察、护士打电话询问你的情况，隔几天就会有心理医生电话询问你的心理状况。相比之前回国隔离，除了社区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其他完全没有人管，这就是差距啊。情绪，现在中国年轻人结婚难，有孩子养不起，老年人就是看病难，而且还死不起啊。情况在台湾有一自杀新闻，好几年前就规定，新闻单位在播放新闻的画面上附自杀热线防止自杀热线电话热线。人生困境除了问题之外，情绪的缓解也很重要。自杀防治热线哪怕不能解决问题本身，至少能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非常重要。OK， 观点现在感觉好一点。东北小城镇以前在播下岗失业潮的时候，差不多经常听到周围哪家有人自杀了。观点，感谢王先生的节目和慈悲心。今天的节目听了非常难过，很同意王先生强调美国的世界主导作用，现在更要加强它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抵御野蛮霸权的灯塔作用。谢谢啊，谢谢。观点，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的重商主义加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使得弱势群体过度被忽略和蔑视。我觉得不仅仅是忽略和蔑视，欺压这种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之所以它是弱势群体，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制度性的压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没有机会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啊。观点，毛泽东说百代皆行勤政治，中共是刻意把底层民众奴化，用严刑峻法和贫穷压迫住，让他们死死的跪在地上。这是从商鞅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年，至今2000年的帝王术，用贪婪和恐惧捏住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在中共眼里，民众不是人，只是工具而已。如果中共不是恶魔，谁是恶魔？情况，现在深圳要求下载反诈中心，注册始终接受不了验证码，开发的 APP 还没有新手开发的好。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最腐烂的一部分就是把女人物化，女人被当作物品。从古代的三从四德裹小脚，到现在的女德班可悲的是，我见过太多中国女人也同样看待自己，这样发霉的烂文化还要大力弘扬，还什么鬼文化自信，无知且不要脸。观点，卡车司机不仅仅是辛苦，还有偷油的，一箱油1分钟就没了，很多卡车司机不敢休息。这种底层互害的根源就是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非常对。情况，以前在体制内工作，每年都有扶贫会，去年前去贫困户
加送几幅对联1桶油，就是为了去拍个照做宣传。当时我就心想，你发对联给别人有什么用？最直接就发点钱给穷人，1分不给就是为了作秀啊！情绪，中国现在从内到外的腐败，但凡手中有一点的权力，就要想办法变现。连一个看车的老头都能对你指指点点，你还要陪着笑脸啊！观点，儒家文化就是把人3、6、9等，君君臣臣，就是分出上下，不是你给我跪下，就是我给你跪下。观点，大陆90后的压力真的比台湾大非常非常多，就想一个人要买个房，要拼上海落户，这就得折腾死一大片年轻人，更别说户籍，公立学校还要排队抽号，教育不公平，医疗不公平，中国大陆连其他国家的国民，与生俱来的权利都要拼命的去拿，这就是所以我在网上昨天我说我打疫苗，有好几个网友问免费吗？免费啊。就是你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你不用做任何的努力，你就应该得到的就是公共服务品。你在中国，你就没办法，你就要拼命啊，拼命的去争啊、抢啊，才能够得到不公平的公共服务品啊，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医疗啊，比如等等啊。情绪在大陆不管发生任何问题，大家都无法真正去反思，不是没人反思，是发现反思到最后都会发现，症结在制度缺陷，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只是体制培养了这些人啊。情况坐标深圳，2016年深圳交警突然搞起整治电动单车大行动，我的父亲一早出去买菜，然后就失联了，我到处找。后来晚上8点才被允许打电话回家，然后拘留5天，回来跟我说拘留所都关满，每天几乎站着睡觉等人，太气人了。情绪，王老师今天节目非常棒，揭露了中国社会底层角落的阴暗面，听来让人心酸、心疼、愤怒啊！前年回国去药店买了50多块钱的中药，我要求开发票。店员竟然说要买够800才可以开发票。回到弟弟家，他们竟然说是这样，这叫什么世道？洗脑洗的歪理，时间长了就变成真理啊！观点，特别喜欢王老师用的这个词怜悯。很多底层人民不是自己不努力，是他们拼尽全力还是被摧毁活下去的勇气。让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处在高位，不仅照顾好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多看看邻居的需要，为他们发声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啊，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啊。鸣谢 John Snow， 谢谢。谢谢。